前陣子有一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神經外科醫生，引發了全球數百萬人的共鳴。他在網絡上發表了一段將近50分鐘的獨白，坦誠講述自己為何辭去人人稱羨的高薪工作。他說他日復一日的在手術室裡戰鬥，治標不治本地處理病人的症狀，內心的矛盾和痛苦不斷累積。雖然他曾以為自己已經看透了人生的遊戲規則，但最終他猛然發現，原來自己只是繞進了一個更大更複雜的迷宮。在妻子的支持下，他決定退出這場讓他不快樂的循環，把時間投入陪伴家人，親近大自然。他的覺醒讓許多人深受觸動。正如孔子有一句話說得好，我們有2段人生，第2段開始於我們領悟到我們只有這一條生命的那一刻。這位醫生的經歷提醒我們，難道我們大多數人都還沒有真正搞懂人生這場遊戲的規則嗎？我們是不是也像他一樣，一直在拼命戰鬥，卻忘了人生其實應該是用來玩的？事實上，早在將近100年前，就有一本被譽為成功學始祖級經典的奇書，揭示過一個顛覆三觀的觀點。大多數人以為人生是一場戰鬥，但其實人生不是戰爭，而是一场游戏。如果不掌握靈性的法則，這場遊戲就無法順利進行下去。這本書名叫《人生遊戲的贏家法則》，1925年由美國作家佛羅倫斯辛自費出版，距今已有將近1個世紀。令人驚訝的是，書中揭示的種種人生遊戲規則，直到今天依然適用，而且絕大多數人仍然一無所知。難怪懂得這些規則的人生贏家寥寥可數。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揭開這些999%的人不知道的秘密，看看人生這場遊戲究竟該怎麼玩，才能翻轉我們的生活100倍。首先，佛羅倫斯新開宗明義指出，你天生就該過富足圓滿的生活，而不只是勉強過得去。換言之，我們每個人來到世上，都有權利成為自己人生的贏家，擁有健康、財富、愛情和完美的自我實現。只不過，大多數人並不明白達成這些目標的遊戲規則，以至於把人生過成了一場苦戰。那麼，人生這場遊戲的規則到底是什麼呢？最核心的一條就是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佛羅倫斯形象的比喻，人生是一場回力鏢的遊戲，每一個念頭、每一句話、每一個行為，就像投出去的回力鏢，遲早會以驚人的準確度反彈回來。你傳遞出什麼，就將收回什麼。這其實就是古往今來所說的因果法則。從古代經典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的箴言，到現代心理學中的自證預言現象，講的都是同一件事。你的外在人生其實是你內在思想的投影。這條規則聽起來也許抽象，但我們身邊其實不乏驗證它的故事。佛羅倫斯在書中提到一個發生在他朋友身上的離奇經歷。有個女孩從小就喜歡玩扮家家酒的遊戲，她最愛扮演的角色不是公主也不是媽媽，而是黑衣寡婦。每次玩耍時，她都把自己全身穿得黑漆漆，還披上黑色頭紗，假裝自己是失去丈夫的寡婦。周圍的大人和小夥伴看了都覺得好笑，只當她是在開玩笑。然而毛骨悚然的是，多年後這女孩長大結婚，沒多久丈夫竟然因故去世，她真的成了一個年輕的寡婦。此後她終日一身黑衣，罩着黑紗哀悼亡夫，活脫脫變成了她童年時反覆模仿的樣子。這聽起來像都市傳說般瘋狂，但它正應驗了人生遊戲最殘酷的規則。我們長久反覆想象的畫面會深深烙印進潛意識裡，而現實終究會配合潛意識，把那畫面在你生命中變成真實。也許不會馬上發生，也許不是明天就應驗，但遲早有一天，你腦海中種下的種子會在現實中開花結果。這個故事讓人不寒而栗，但同時它也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，千萬不要隨意輕視自己的念頭與想象力。如果一個小小女孩天真的扮演都能最終改寫她的命運，那我們成人每天反覆思慮琢磨的念頭，影響力更是不可估量。我們腦中日夜上演的其實就是一部編程劇本，最終會在生活中投射成真實的經歷。你專注在哪裡，就会創造出什麼。這並不是危言聳聽，在醫學上也早有發現，許多疾病與心理暗示有關。
有人過度恐懼某種罕見病，整天擔心得查資料，疑神疑鬼，結果最後那個人真的罹患了自己日思夜想的罕見疾病，沒多久就一命嗚呼。這類故事在生活中其實並不少見，只是大部分人沒有注意到其中的因果。佛羅倫斯總結道，生病的人往往腦子裡想的都是疾病，貧窮的人滿腦子都是匱乏，富有的人則時常想着豐盛富足。換句話說，你頭腦中長期所想，即是你現實中所見。當你總是聚焦在不想要的事物上時，那些可怕的畫面反而更可能成為你的生活寫照。也許有人會說，難道我連開個玩笑都不行嗎？是的，潛意識是沒有幽默感的，你對自己亂開的玩笑，他也會當真記下來。書中舉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案例，有位女士本來家財萬貫，生活富裕，結果後來竟淪落到身無分文、無家可歸的地步。她百思不解地去請教佛羅倫斯，為什麼我會搞到如今一無所有？一番回憶後，他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位女士在擁有大筆財富時，常常口頭抱怨說，我都玩膩這些身外之物了，真希望自己乾脆住在車子裡算了。各位猜怎麼着？最後她真的流落到只能以車為家，她原本的豪宅產業全沒了，只剩一輛車可棲身。這聽起來荒唐，卻千真萬確，也再次印證了回力鏢法則毫不寬恕的威力。我們對自己隨口說的每一句話，其實都是一個正在下達的指令，哪怕當時只是無心的牢騷，日積月累也會變成潛意識認定的劇本，最終導向現實。所以千萬不要亂開自己和人生的玩笑，不要總說我不行，我很糟，我沒有錢，我快撐不下去了之類的話，哪怕是自嘲都不好，因為你的潛意識聽不懂幽默，只會照单全收，然後想方設法去執行那些消極的暗示，讓它們變成真實。相反地，我們應該經常在自言自語中对自己說好的、正面的话，多給自己正向的心理暗示，比如告訴自己我很棒，我很值得被愛，我一天比一天更健康富足，我一定能找到解決辦法等等。這並非阿 Q 精神，而是对潛意識輸入正確的指令，讓它為我們所用，而非與我們作對。聽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問，既然人生遊戲的規則如此殘酷又精密，那我們是否只能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地活着，不敢有半點負面想法？難道稍有閃失就要被自己的念頭玩死嗎？別害怕，其實遊戲規則本身不分善惡，它就像萬有引力一樣中立客觀。我們之所以聽到許多負面的例子，是因為大部分人並不了解這規則，無意中亂用了自己的思想與語言。而一旦我們掌握了正確的用法，就能把同樣的規則運用在好地方，為自己的人生帶來正向的翻轉。既然回力鏢一定會回到我們手裡，那何不乾脆丟出我們渴望的東西，讓它將美好回轉給我們呢？佛羅倫斯告訴我們，話語具有超強的震動力量，只要內心懷抱強烈的渴望、堅定的信心，再配合說出來的肯定語句，就能促成夢想成真。這聽起來很神奇，卻有不少真實案例為證。很多人剛開始接觸這種說法時，抱着將信將疑的態度試了一試，結果往往大吃一驚。佛羅倫斯本人才華出眾，他吸引了許多學生和信眾，有困難的人常常跑去求他，佛羅倫斯，拜託你替我說一句肯定的話，救救我吧。據說他隨口一句簡短的肯定句，就能讓對方不久後成功解決難題。這並非什麼巫術，而是他明白怎樣運用宇宙的靈性法則。他自己寫道，人生贏加深諳，渴望加信心加說出口的話，等於夢想成真。當你真心渴望一件事，全心全意相信它會實現，再大聲宣告它已在路上，那麼整個宇宙都會開始響應你的號令，朝你想要的方向運轉。這道理其實並不新奇，早在古代，許多宗教經典就有類似教誨，比如你們祈求就給你們，尋找就必尋見，敲門就給你們開門。但是大部分人從來沒有真正照做，或者只是嘗試幾次，沒有立刻見效就放棄了。於是他們繼續抱怨，看吧，這套心理安慰沒用。殊不知，也許就差臨門一腳，奇蹟即將發生，而他們卻自己關上了大門。為了說明正向運用人生規則的威力，我們再來看看幾個精彩的故事。一位佛羅倫斯的學生欠債累累，
急需$3000周轉，否則麻煩大了。他情急之下跑來求助。一般人遇到這種情況，恐怕早已唉聲嘆氣，愁眉不展。但佛羅倫斯平靜地對他說了一句充滿力量的肯定語句：宇宙銀行永遠不會倒閉，也從不會遲到。你需要的$3000其實早就在你的賬戶裡了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，宇宙的資源無窮無盡，你要的金錢早已屬於你，只是尚未以現鈔形式出現在你眼前罷了。你現在要做的不是焦慮金錢從哪兒來，而是篤定相信自己一定會得到這筆錢。結果怎樣呢？據說就在他領受這句肯定宣言後不久，一筆剛好$3000的款項就進入了他的賬戶。這難道只是巧合嗎？也許懷疑論者會這麼想，但類似的事一次又一次地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時，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其中確有其理。當我們篤定地向宇宙下訂單，宇宙自有它奇妙的管道來滿足我們。有時錢可能是通過意想不到的退款、饋贈或新機會而來，又或者你所求的並非金錢本身，而是錢能買到的某樣東西。那東西也許會以禮物或機緣的方式出現在你面前。宇宙運作的具體途徑不需要我們操心，我們只要負責發出明確而積極的信號即可。正如佛羅倫斯所說，提出正確的要求，超意識心智就會釋放無限的供應。我們心中懇切的渴望與信念，就是向宇宙銀行提交的支票。只要存款充足，也就是信心夠強，宇宙银行一定兌現，而且從不跳票。再來看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，這例子也教我們另一個重要規則：不要違反靈性法則，強求不屬於你的東西。有一位年輕女士非常傾心於一個名叫 A 的男子，可是兩人遲遲沒有結果。她找到佛羅倫斯，希望能用肯定句的力量幫她把 A 變成自己的如意郎君。然而佛羅倫斯摇摇頭說，直接那樣做違反靈性法則，我不能強行改變另一個人的意志。這一點非常關鍵。人生的遊戲規則之一是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，不能用意念去操控別人的行為，否則就算一時得逞，最終也會承受反噬，回力鏢會以別的方式打回你身上。但佛羅倫斯並沒有拒絕幫助這位姑娘，他轉念給出了另一個肯定句：我們可以為你的真命天子下個訂單，請你相信，你的天命伴侶永遠不會遲到，一定會在最完美的時機出現在你面前。如果 A 就是你的真命天子，你們終將不會錯過彼此。但如果他不是，那麼宇宙也會為你送來一位各方面條件不遑多讓，甚至更適合你的人。姑娘半信半疑地接受了這個說法。過了一段時間，她果然遇見了另一個男子 B。神奇的是， B 不但擁有 A 身上他所欣賞的種種優點，而且在其他方面更加契合他的性情和價值觀。漸漸的，他發現自己對 A 的迷戀之情淡了下去，轉而與 B 墜入愛河，最後順利步入婚姻殿堂。原來 B 才是他真正的天命之人。這故事教我們，有時我們以為非某個特定的人或東西不可，其實那很可能並不是对我們最好的選擇。我們執着地追求 A， 但宇宙準備給我們的是等價甚至更好的 B。如果硬要違拗地追 A， 反而與真正屬於自己的幸福失之交臂。與其苦苦抓着一個可能錯的人，不如將願望交給宇宙，用不執着的態度來面對。相信一個蘿蔔一個坑，屬於你的終究會來，不屬於你的終究留不住。你的角色只是先把自己準備好，成為更好的自己，然後在適當時機迎接那位絕不會遲到的 Mr. Right 或 Ms. Right。 從這個故事中，我們不難領悟另一條重要的遊戲法則：順勢而為，勿強求，不抗拒。佛羅倫斯稱之為不抵抗法則。當生活出現某些不如意的情境時，千萬不要一味抗拒，怨天尤人，因為你越是抗拒什麼，就越是被什麼束缚。很多时候，你拼命想擺脫的東西，反而如影隨形，一直糾纏着你。與其如此，不如試着平心靜氣地接受當下的局面，承認它已經發生，然後冷靜尋找其中的意義或轉機。當你內心不再充滿對立和衝突時，外在的不協調也會逐漸平息。正如佛羅倫斯所說，不協調的情境源自人內心的不和諧，你心平氣和地接受，它就會自行淡去。這並不是要你逆來順受地容忍一切，而是說先停止內心的劇烈抗拒，
用智慧和定力去應對。很多困境其實是老天在給我們上的一課。我們若能先臣服於當下的事實，反而能看清問題的本質，找到解決之道。就像前面的例子，姑娘執着要 A， 內心其實充滿了緊張不安與患得患失。這種狀態下，愛情之花很難開放。當她願意放手，先調整自己，命運反而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送來了她真正需要的人選。生活中也是如此，有時你越想強求某件事，事情越不順。你一旦轉念放下，反而柳暗花明。不抗拒並非消極，而是一種更高明的積極，它是順應宇宙安排的積極，相信風暴過後自有晴空。事實證明，很多看似巨大的打擊和難關，其實正是通往更好局面的跳板。只要我們不被一时的黑暗嚇倒，接下來我們要談談另一條關鍵規則，學會把重擔交給更高的力量。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難免遇到種种難題與壓力，有些困境憑個人之力似乎無法改變，於是我們背負着沉重的焦慮、恐懼和悲傷，在黑夜裡輾轉反側。但是佛羅倫斯提醒我們，凡是讓人痛苦的負面狀態，其實都根源於我們潛意識中累積的信念和情緒。換言之，許多重擔其實是我們自己在扛，而非外界強加。既然如此，我們完全可以選擇把這口鍋從自己肩上卸下来，交給更高的超意識心智去處理。所謂超意識，指的就是宇宙智慧或神聖力量，不論你稱之為上帝、宇宙、潛意識還是其他名字，那是一種遠超個人小我，可以調度萬事萬物的力量。當你學會將解不開的結托付給超意識去解，奇蹟般的轉機常會出現。這個過程類似於宗教中的祈禱交托，但不局限於任何宗教，它是一種心靈技巧。佛羅倫斯建議，我們可以通過肯定語句來執行這個交托。例如，如果你正深陷經濟困境，不妨在盡力而為後，把餘下的焦慮交給宇宙，對自己宣告：我已經將一切供需交托給超意識的神聖智慧。我相信豐盛的供應正以完美的方式湧向我。一旦你真正放下心中重擔，不再日日喊好累，撐不下去，你的神智将恢復清明，反而更有力量面对挑戰。許多人經驗到，當他們在至暗時刻懇請宇宙接手帶路時，往往很快就出現了意料之外的幫助或靈感。正如俗話所說，船到橋頭自然直。其實哪有什麼自然，一切都是宇宙在你允許它幫忙之後接管了方向盤，將你的船駛向出路。回想我們是否都有過類似時刻，當你實在無計可施，心念一轉決定聽天由命時，事情突然峰回路轉。這不是命運的戲弄，而是你在弹指之間改變了內在指令，宇宙據此為你重排了出路。讓我們來看前面提過的故事，那位身上只剩下8塊錢的可憐女士就是一個絕佳例子。在紐約打拼的她深陷貧困，又走投無路，傳統觀念告訴她應該死撐下去，但她內心有個微弱的直覺聲音在呼喚她回家鄉去。於是她鼓起勇氣採納了這一直覺，買了張回鄉的車票，把未來全交給老天。走之前，佛羅倫斯也給了她一句祝福的肯定語句：無窮的神靈啊，請為艾米開闢通往富裕的道路。它是強力的磁鐵，正吸引着一切屬於它的美好供應。這其實就是在請宇宙接手它的問題，同時也在重新編程它的潛意識。與其相信自己山窮水盡，不如相信自己有磁力能吸引豐盛。結果，這位女士回到家鄉後，果然出現了奇蹟般的轉折。一位素來富有的親戚主動提供了她急需的資源和幫助，助她渡過難關，重新站穩了腳跟。設想如果當初她一邊害怕貧窮，一邊又不敢改變，繼續在大城市苦撐下去，恐怕情況只會每況愈下。但她聽從了內在指引，勇敢交托，反而打開了一條全新的生路。由此可見，當我們願意把執念和重擔交出去，順從內心深處那股純淨的直覺時，往往正是轉機出現之時。說到這裡，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總結出了另一條遊戲規則：聆聽直覺的指引。直覺其實就是我們內在更高智慧發出的聲音。當我們面臨人生的岔路，不知道該如何抉擇時，理性分析常常讓人舉棋不定，而直覺常提供出人意料的簡潔答案。很多時候，一閃而過的靈感
某個偶然聽到的訊息，就是宇宙借由直覺在對我們說話。只可惜大多數人並不相信直覺的力量，反而習慣壓抑那不合邏輯的內心衝動。然而縱觀那些成功遊戲通關，把人生玩得精彩的人，你會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勇於相信自己的直覺。史蒂夫·賈伯斯曾說過，傾聽你內心的聲音和直覺，他們某種程度上早已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麼樣的人。如果說我們的生活是一場大型角色扮演遊戲 RPG， 那直覺就好比遊戲裡的導航光標，指引我們朝着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前進。人生迷宮路口無數，直覺則像是內建於我們靈魂深處的指南針，永遠為我們指向符合自己天命的道路。只是很多人嫌指南針指向的路太顛簸、太冒險，於是寧可走看似安全平坦但了無生氣的路。可是無視直覺的代價，就是可能錯過本該屬於你的財富、緣分和成就。別忘了，宇宙給每個人的祝福都有保存期限，當機會來臨時，你若因瞻前顧後而錯過，它可能就落入他人之手，不再回頭。所以，一旦內心湧現某種強烈的預感或靈感，而理智又找不到反對的理由時，不妨大膽相信直覺一次。你會發現，直覺引領的道路或許出乎意料，卻常常是通往驚喜與豐盛的大道。我們已經討論了許多人生遊戲的規則與奧秘，現在不妨暫時停下來，試着整理一下思緒，看看這些規則如何彼此呼應，共同作用，幫助我們成為人生的大贏家。回力鏢法則、因果法則，你的意念、言語和行動終將反映回你的身上，所以想要收穫什麼，就先播種什麼。遠離消極的種子，多播撒正面的種子。語言的魔力，話語有震動宇宙的力量。牢記，渴望加信念加語言等於實現的公式。用肯定的言辭為自己下訂單，謹言慎語，尤其避免負面的自我詛咒，多用積極言語暗示自己。信念與想象，持續強烈的想象某種情境，遲早會在現實中出現。潛意識不分真實與虛構，它會照着你內心的劇本執行。所以時時留意自己的念頭，把注意力放在你想要的，而非你所懼怕、不滿的事物上。不抗拒的力量，當遭遇不順，先穩定情緒，接納當下發生的一切。越是恐懼痛恨，情境越纏着你不放。一旦淡然處之，反而可能柳暗花明。隨遇而安不是認命，而是為改變創造良好的心理條件。交托與信任，把解不開的難題交給超意識的宇宙玩家1號，相信更高智慧自有辦法替你解圍。這需要你放下執念與焦慮，相信宇宙總在你背後撐腰。一旦你願意鬆手，宇宙便有空間替你安排奇蹟。直覺導航，培養傾聽直覺的習慣。面對人生決策時，學會靜心感受內在的引導。直覺往往以第一念閃現或一種強烈的感覺出現，它可能很微弱，但通常很準確。遵循內心深處的指引，走出專屬於你的獨特道路。宇宙時機，相信屬於你的不會錯過，錯過的原本就不屬於你。宇宙的時鐘精準無比，我們該做的只是耐心等待該來的出現，同時把自己準備好，不要心急，也不要妄自菲薄地認為好東西永遠輪不到你。你所渴望的也在渴望着你，只是要在對的時間點與你相遇。豐盛心態，心中充滿富足的人，現實也不會匱乏。切換貧瘠模式為豐盛模式，相信這世界資源足夠且源源不絕。別總盯着缺少了什麼，多看看自己擁有什麼。感恩已經在手的禮物，懷抱感恩和富足意識的人，會不斷吸引更多的富足。以上種種，可以說就是人生這場遊戲的攻略指南。也許你會發現，這些道理不少，你其實早有所聞。沒錯，我們並非從未聽說過，要正面思考，要相信自己，要順其自然等等建議。但正如那位神經外科醫生所說的，道理人人都懂，然而知易行難。理解了遊戲規則不代表你就在玩，你必須真正去應用，去實踐，才能嘗到通關的果實。人生不是一場殘酷的惡鬥，而是一場可盡情探索的遊戲。當你明白了規則，你會發現過去那些令你沮喪的挫敗，只是遊戲設計的關卡與挑戰。那些看似不可思議的巧合與轉機，
則是暗藏在遊戲裡的彩蛋與獎勵。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遊戲高手，關鍵在於你願不願意更新自己的觀念，拋棄那些束縛自己的舊信念，例如人生就是受苦，或我命由天不由我，轉而按照宇宙法則來重新調校自己的思想和態度。或許你會擔心，真的照這些規則去做，就保證人生順遂嗎？萬一我很努力的正向思考，卻依然遇到打擊呢？其實，正向思考並不意味着從此再無逆境，但它能讓你在逆境中看到成長的種子。人生遊戲裡沒有絕對的輸家，只要你不放棄，隨時可以重整旗鼓，逆轉勝局。關鍵是當風浪來襲時，你知道如何應對。懂得規則的人會把風浪當作轉機，而不再驚慌失措、自亂陣腳。就像佛羅倫斯特別提到的另一條規則，黎明前的黑暗是成功的徵兆。往往在我們許下新的願景，踏上改變之路時，潛意識中的疑慮和恐懼會傾巢而出，生活中可能突然亂成一團，讓我們以為一切更糟了。但那其實是舊有模式的瓦解，是黎明前必經的黑暗。如果你挺住信念，再堅持一步，往往就會柳暗花明，迎來全新的天地。這規律在許多成功故事中不斷重演。在人生最挫敗灰暗的時刻，如果有人能不放棄希望，反而感謝考驗並堅守願景，那後面幾乎都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，最終抵達心之所向。所以，當你按照宇宙法則努力卻暫未見成果時，不要懷疑自己，而要想想這句黎明前最黑暗的提醒，把它當作即將破曉的預兆，保持信心，繼續前行，成功很可能就在不遠處等着你。回顧上述這些秘密法則，可以說顛覆了我們對人生的許多既定觀念。他們提醒我們，生命並非一場盲目的搏鬥，而更像是一款精心設計的闖關遊戲。我們每個人都是玩家，有自己的天賦和劇本，同時我們也是遊戲中的設計者，用念頭和信念不斷創造出新的劇情。當你用戰爭的心態看待人生時，處處是敵人，處處要奮力廝殺，最後難免身心俱疲，滿目瘡痍。可當你以遊戲的心態來看，一切挑戰都有意義，所有關卡都有解法，你的人生將變得不一樣。懂遊戲的人在挫敗中也能發現成長的樂趣，不懂規則的人即使站在寶庫門口也可能錯失良機。更奇妙的是，當你開始依循靈性法則生活，你會感到仿佛有一位无形的神秘玩家在幫助你。其實那正是你的高层意識，你內在与宇宙连結的神性部分在引導你。有人或許会問，如果人生是遊戏，那誰是幕後的遊戲大師？每個文化和信仰对此有不同稱呼，有些稱之為上帝，有些稱之為宇宙意識，也有人相信是我們集體更高的自我在創造經驗。不論你怎麼稱呼它，不可否認的是，當你配合愛與信念的法則去生活時，整個天地似乎都在暗中相助，你會感覺被一種善意的力量所支持。許多过来人都曾描述過那種奇妙的同步性时刻，正当你需要時，合適的人與資源忽然出現，你辛苦許久的理想突然在某天水到渠成，困擾你許久的難題在某個寧靜時刻靈光乍現，迎刃而解。這些都不是巧合，而是你與宇宙對上頻率後的共振效應。當你的意念和宇宙運行法則一致時，生命就會進入一種順流，種種事物會以最適合的方式展開，最終你將真切體驗到什麼叫心想事成，並非因為世界突然變了，而是你的心境變了，於是你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。聽完這些，你也許感到熱血沸騰，迫不及待想試一試這套人生攻略，也可能還存有疑問，認為現實真有這麼玄妙嗎？懷疑沒關係，但不要拒絕嘗試。人生這場遊戲，無論你準備好與否，此刻都在進行中。而現在，你已經比之前多知道了一點規則，一點作弊碼。差別就在於，你願不願意拿起這些新工具，去改寫自己的劇本。或許你曾經過得並不如意，覺得命運之手總是抓弄你，但從今天起，你完全可以開始扭轉這種局面。試着從小處入手，改掉一兩句口頭負面抱怨，用積極肯定的語句取而代之。在遇到煩心事時，練習深呼吸，並告訴自己，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，我靜觀其變。
每天花幾分鐘，閉上眼睛，真誠地想象自己理想中的生活細節，體會那種美好的感受。當心裡冒出一個有建設性的直覺想法時，鼓起勇氣去行動，把這些法則一點一滴融入日常，你很快就會看到哪怕細微卻令人驚喜的變化。漸漸的，周圍的人會發現你變了，你更平和自信，少抱怨多行動，你的狀態變好，機遇也不斷找上門來。有人可能稱讚你運氣真好，但你自己會明白，這不是運氣，而是你學會了玩人生這場遊戲。當然，生命是一場持續精進的遊戲，不會因為你知道幾條規則就永遠一帆風順。然而，只要你牢牢掌握這些底層規則，每當遇到新的挑戰，你總能找到應對的智慧和力量。甚至每次過關斬將之後，你都会發現自己的生命品質在翻倍提升。或許不是馬上暴富爆紅那種戲劇性變化，而是一種全方位的成長，心靈更平靜豐盈，人際更和諧，美好的機遇越來越多，累積起來，最終你會驚覺自己的人生已經和過去截然不同。那種翻轉100倍的奇蹟，其實正是日積月累的小改變、大堅持所帶來的質變成果。現在，這場偉大的遊戲繼續在你我眼前展開。我們每個人都已經在路上，而勝負得失從不是重點，玩的過程才是整個生命的意義。請記住，你永遠擁有選擇的自由，可以選擇用什麼態度、什麼信念來面對每一天。你完全可以從此刻開始，運用今天學到的規則，去刷新自己的生命劇本。不要害怕挑戰，因為那只是遊戲的關卡；也不要忘了去享受，因為遊戲的目的就是體驗與成長。當我們離開人世時，回首這一生，與其說在乎得到了什麼，更希望我們能微笑着說，哇，我真的玩過，盡興的活過。現在，人生這場遊戲的攻略秘籍已經傳到你手上，遊戲已經開始，輪到你上場了。握緊手中的回力鏢，踏實邁出每一步，你一定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傳奇通關故事。劍闖精彩人生的玩家，會是你嗎？讓我們拭目以待。